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万象奇谈》，我是大象。6年前全网刷屏的翟欣欣骗婚案沉寂数年后，近日因一纸判决再次回到公众的视线。此次案件的回归，婚骗捞女翟欣欣在劫难逃。2023年3月31日，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，被告翟欣欣立即退还苏小茂家属价值1000万元的现金、汽车等财产，撤销翟欣欣海南、北京2套房产的个人所有权。紧接着，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发生了：苏小茂前妻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女主角翟欣欣，一边微博发文声称不服北京朝阳区法院的一审判决，已经上诉；另外一边则在一审判决下来没多久，就很快把660万人民币的涉案款项乖乖的打给了苏小茂的家人。翟欣欣的这一系列迷之操作，突然让6年来一直在坐等看他下场的吃瓜群众们有点迷糊，深感意外的同时，不免感叹：难道翟欣欣就这么轻易的把钱还了？其实翟欣欣心里明白的很，还钱不仅是他目前必须做，而且是必须要快做的事情。他必须先行缓解苏家人对他的怒火，希望能够取得苏家老小对他的谅解。根据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决内容显示，法院审理查明，翟欣欣与苏小茂相识至协议离婚仅110余天，期间收受苏小茂赠予的车辆、物品等价值超过300万元。婚恋过程具有明显的经济特征。翟欣欣在离婚中，为了取得高额补贴，对苏小茂实施了胁迫，为顾及苏小茂赠予其财产，希望与其共同生活、维系感情的初衷，以及苏小茂受胁迫下的主观感受和客观经济情况，是造成苏小茂自杀的重要因素。翟欣欣与苏小茂婚恋以增加自身财产为目的，受赠取得大额婚前婚后财产，均属可撤销范围。4月7日，苏小茂姐姐苏雅凤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认同民事诉讼的判决结果。不过，他认为整个事件过程中，翟欣欣使用威胁的方式向苏小茂索取钱财，涉嫌敲诈勒索。他们已向检察院递交立案监督申请书。事情最新的进展也显示，6月9日上午，苏小茂的哥哥苏祥龙发布微博声称，翟欣欣已被海淀警方逮捕。根据苏祥龙微博发布的立案告知书，翟欣欣涉嫌的罪名为敲诈勒索，立案时间为2023年5月20日。据红星新闻报道，海淀区检察院已经依法对翟欣欣批捕，海淀警方已对翟欣欣执行逮捕。简单点说，苏小茂的家人除了要让翟欣欣将吞下去的钱全部吐出来，还死者苏小茂一个公道之外，还要让他付出代价。对他起诉的理由是敲诈勒索罪。整个事件似乎正在朝着朗朗乾坤、因果报应可以预见的方向急速前行。但是当我们放下喧嚣，沉心细思，提起苏小茂这个名字时，是不是总觉得哪里出了问题？为什么一个事业有成、身价1000万的 IT 新贵会被一个相识不到半年的女人一次又一次的玩弄于股掌之间？扒过来，你他妈事儿搞他是吧你？我告诉你，我同学3亿多全让我挣不去，我明天去你家打死你去！直至闪婚41天后，明知对方陷阱深挖的情况下，还是义无反顾的跳了下去呢？到底是翟欣欣心狠手辣的人性扭曲，还是苏小茂蠢钝的不通世故？或许回望苏小茂、翟欣欣的这段孽缘，还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深思。鼓励大象马上开始。网友们帮翟欣欣算了一笔账，翟欣欣与苏小茂认识不到半年的时间，闪婚41天，离婚时依据离婚协议分走了1000万，平均一天就赚25万。当然，这还不包括他从苏小茂那里通过离婚获得的北京和海南的2处房产。苏小茂则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为了让对本案不太了解的朋友快速进入案情，我们先行快速回顾一下6年前的那场是是非非。出身寒门的天才程序员苏小茂是大名鼎鼎 Wayfall 的创始人，在国际上享有声誉。Wayfall 软件的全球用户达到了3000多万。北京创立公司时已经赚得1000多万，拥有北京和海南2地房产。2017年3月30日，时年37岁的苏小茂通过相亲网站认识了比自己小6岁的年轻时尚、身材好、脾气好的独立女性翟欣欣。翟欣欣的出现似乎完全满足了苏小茂对另一半的所有幻
万象。按照苏小茂在婚恋网站登记的信息显示，他把自己描述成了一个财务自由、情感浪漫、追求现实生活的人。说的直白点，就是哥哥不缺钱，现在需要一个女主人。这倒比较符合当时正处事业上升期、郁郁生辉的苏小茂的心境。出生于福建农村的苏小茂，从北京邮电大学毕业后，先做了几年工程师，而后自己成立了一家主要经营电话应用软件的公司。苏小茂从零开始经营奋斗，终获成功。此时，婚姻就成了他急需解决的个人问题。苏小茂在相亲平台上发布的征婚标准相对比较传统，贤惠、美丽、北京户口。相亲平台的数据系统很快为苏小茂匹配到符合条件的女孩，就是出生于1986年的翟欣欣。资料显示，翟欣欣身高1.75米，相貌靓丽，身材姣好，北京交通大学的研究生。一眼望去，眼前的这个女人似乎满足了他所有的要求：北京户口，身材高挑，长得漂亮，父亲是一名大学教授，母亲是一名国企财务人员，出身书香门第，家庭条件完美无缺。让苏小茂更没有想到的是，仅仅相处了几天，翟欣欣就对他表白了，还说要跟他生个孩子。翟欣欣主动提出跟他一起去见家长。那时的翟欣欣在苏小茂的眼中就是一个温柔、孝顺、对他言听计从的女人。两人的感情发展很快，快到仅用2个月就走到了结婚的那一步。苏小茂沉醉于幸福的爱情里，为博女友欢心，不惜一掷千金。苏小茂先是给翟欣欣买了一辆接近100万元的特斯拉轿车，然后又买了各种奢侈品和珠宝，还带着翟欣欣到香港、澳门、海南等地旅游。苏小茂在海南买了一套价值320万元的豪宅，并且将翟欣欣的名字写在房产证上。在后来的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中，我们也发现这次的海南旅行也是翟欣欣精心密谋后的结果。有统计数据显示，在他们相识的短短2个月里，苏小茂已经在他身上花费了近300万元。然而要命的不是这些钱，出于对翟欣欣的信任，苏小茂将公司里的一些重要资料拿出来给翟欣欣看，其中就有他赚钱的核心机密。苏小茂做的一款名为 WePhone 以及 WeTalk 的企业软件，用户超过2000万，可以用极低的价格打国际长途，算是属于赚钱的灰色地带。这也是后来翟欣欣能把苏小茂逼上绝路的主要原因。就在苏小茂沉醉在翟欣欣的温柔陷阱里，幸福的不能自抑之时，翟欣欣将这出大剧推向了高潮。她要与苏小茂领证结婚，但就在他们要领证之前，翟欣欣突然坦白了自己曾经有过一段婚姻，两人因此吵了起来，还动了手。但最终苏小茂还是选择了宽恕。在2017年6月7日，两人登记结婚。苏小茂本以为结了婚就能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了，却不知道这才是灾难的开端。结婚10天后，翟欣欣就以苏小茂与他人聊天记录很暧昧为由提出了离婚。此时的翟欣欣像是一个被撕开封印的魔鬼，完完全全的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一个苏小茂从未认识过的一个人。翟欣欣不断的诉说苏小茂的不好的地方，说他的性格变化无常，说他不会及时回复信息，说他的房子不是很好，说他长得不好看，还很矮，他必须要离婚。他和苏小茂已经过不下去了。其实现在看来，翟欣欣之所以这么折腾，无非就是逼迫彼时的苏小茂跟他离婚，然后分他的财产。在结婚之前，翟欣欣还跟苏小茂开玩笑说，让苏小茂签一份保证书，如果苏小茂提出离婚的话，他要赔偿翟欣欣500万元，并且要把自己的房产转移到他的名下。而且苏小茂公司经营的秘密，他也早就知道了。这可不是闹着玩，这是一颗定时炸弹，随时都能炸得苏小茂尸骨无存。苏小茂无奈之下只能答应离婚，可是翟欣欣开出的离婚补偿条件让他瞠目结舌。翟欣欣向苏小茂索要1000万的精神损失费，以及把海南的房产过户给他。在他们结婚之前，苏小茂为了追求翟欣欣，给他买了很多礼物，已经花了很多钱，怎么可能还有这么多钱给他？翟欣欣以苏小茂公司偷税漏税和灰色经营为把柄，对苏小茂进行敲诈，并扬言要把他送进监狱。他曾经说他的舅舅是警界高官，其实他的舅舅也不是什么高官，只是一名公安大学的教授，平时和他没什么来往。但翟欣欣深谙苏小茂破财消灾、息事宁人的处事个性，紧追不放。苏小茂不得不在翟欣欣写的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画押。按照协议书上的约定
3个月之内，他必须给翟欣欣1000万，如果到期没有付款的话，拖一天就要增加10万元。翟欣欣拿到协议后，立即就开始给苏小茂施加压力，让他抓紧给钱。无奈之下，苏小茂只能把东拼西凑的660万和340万的欠条全部交给了翟欣欣。翟欣欣还不满意，要苏小茂在离婚1个月内把欠的340万全部付清，不然的话，他就把苏小茂偷税漏税、非法经营的消息发布出去，把苏小茂送进监狱。2017年9月7日凌晨5点左右，苏小茂心理防线彻底击溃，纵身从北京公司附近的住所毫无回旋之力地飞了出去。小人，你不得好死！你说你被我害死，你死，你拿活的！这一次他没有再挣扎，他在自己开发的手机软件上发了一条消息，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死于自己妻子翟欣欣的手中，微 4即将停止运营。大家是否注意到，自苏小茂与翟欣欣出事到被其逼死，其实苏小茂有3次活下来的机会，至少3次。2017年3月30日，苏小茂与翟欣欣通过相亲网站认识。面对有着光彩照人履历的翟欣欣，苏小茂可以说是顷刻间就已沦陷。抛去苏小茂现有的事业，在出身福建农村、年龄已经36岁、身高只有1.65米的苏小茂眼中，翟欣欣简直就是一只白天鹅。起初他并没有对这次见面抱有多大的希望，但是短短2天，翟欣欣摸清了苏小茂的虚实之后，竟然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苏小茂的爱意，并称想和他生孩子。翟欣欣主动提出去见苏小茂的家长，表现得尤为善良和孝顺，于是苏小茂彻底沦陷了。2人确定恋爱关系后，为了讨翟欣欣的欢心，苏小茂一掷千金，从车子到房子，从衣服到首饰，只要翟欣欣想要的，苏小茂从没有拒绝过。短短2个月以后，他们选择领证，但是在领证前，翟欣欣有一件事情瞒不住了，她有婚史。翟欣欣先是谎称只是和一个叫李铁军的男人因为买房假结婚，但是离婚调解书上明明写着的是刘某，2人婚姻存续时间大概有3个月，而且离婚时男方赔偿了女方20万，而这份调解书还是苏小茂花了88万从翟欣欣手中买来的。对，你没听错，意思就是说苏小茂想看翟欣欣与前夫的离婚协议书，是花了88万现金从翟欣欣手里买来的查看权。他们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执。领证前1天，翟欣欣还动了手，2人不欢而散。苏小茂后来回忆说，如果后来我不去找他，我们也就这样分手了。但是人生并没有如果，苏小茂选择了原谅，带着眼角的淤青，他与翟欣欣于2017年6月7日领证，于是苏小茂错过了第一次生还的机会。就在苏小茂幻想着婚后生活有新开始的时候，翟欣欣又给了他一记当头棒喝，他拒绝搬进苏小茂在西二旗的住所。翟欣欣首先要求苏小茂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，因为他和他家的亲戚在北京都是住140平以上的大房子，甚至是别墅。其次还要苏小茂每个月给他5万元生活费。在苏小茂的回忆录里有这么一段记载，种种迹象让我觉得这个女人太物质，太有心机。这个阶段我自己也变得压抑起来，一面觉得自己选错了，自己似乎不喜欢她了，另一方面觉得离婚的代价太大了，骑虎难下。此时的苏小茂依然知道自己肯定是不喜欢翟欣欣的，但是还是不想放手，因为他知道此时离婚代价太大了，他已经把能给的全部给了翟欣欣。然而也正因如此，苏小茂错过了第2次生还的机会。因为苏小茂迟迟不能满足翟欣欣换房子的要求，翟欣欣便不断的以各种理由向苏小茂要钱作为补偿，并且不断打击他，还以离婚做威胁。最后苏小茂忍无可忍，只能同意离婚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翟欣欣图穷匕见，彻底撕破了脸皮，不再装了，不仅索取高额的精神损失费，还用所谓的非法经营威胁苏小茂。常年和代码打交道，苏小茂不通人情世故，很快被翟欣欣唬住了，然后自觉地交出了自己全部的家当。就在此时，苏小茂和翟欣欣的婚姻破裂的事情被家人知晓，在家人的劝解下，苏小茂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，打算报警，并准备诉讼材料。原本这是苏小茂第3次活下来的机会，只是他没有等到法律的公正判决。此时的翟欣欣或许是早已意识到苏小茂已经和家人通了气，似乎将要开始
觉醒，为了打苏小茂一个措手不及，以免节外生枝，便开始变本加厉地对苏小茂咄咄逼人，不断地放大苏小茂在公司运营上的错误，并且声称自己背后有人，分分钟可以让苏小茂打落深渊。2017年9月7日凌晨5点左右，苏小茂的心理防线彻底被击溃。出事前，他给姐姐发出了最后一条讯息：姐姐，我爱你们，可是我真的不想再继续了，对不起家人。在互联网上有一份传播比较广泛的苏小茂的遗书，中间提到：我的资金链已经断裂，实在很绝望，我没有及时跟我的家人求助，现在后悔莫及。他们都那么棒，随时都能从老家过来支援我，我却在北京孤军奋战，做出了一系列很傻的决定。事实也证明，苏家大哥苏祥龙和苏家姐姐苏雅凤在苏小茂去世后，立即向警方报案，指控翟欣欣诈骗、敲诈勒索，决定为弟弟讨回公道。苏家姐姐苏雅凤自弟弟苏小茂出事后，一直坚称，从出事到现在，刑事立案一直都是我们的目的，我们就是要追求刑事立案，要为小弟讨回公道。2023年3月31日，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，翟欣欣应立即退还苏小茂家属价值近1000万元的现金、汽车等财产，撤销翟欣欣海南、北京2套房产的个人所有权。4月22日，一审宣判后，翟欣欣开博吸粉，不仅向天下人宣誓他已经提起上诉，而且以数千字长文回应了他与苏小茂之间的是是非非。总之一句话，我翟欣欣没有错，错的都是苏小茂，还有你们这帮傻叉看客。在翟欣欣的逻辑里，苏小茂失去的只是一条命，而他至今还活在指指点点里。相比他承受的伤害，苏小茂的命不值一提。翟欣欣的这种语气，不禁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和他宛若亲姐妹的人——江歌案的当事人刘鑫。江歌去世后，刘鑫和他的支持者们所流露出的那种用圣人的标准诅咒死者，用贱人的标准怜悯自己的语气，与今天翟欣欣张狂如斯的作风如出一辙。5月10日，翟欣欣不情不愿地归还了660万，还不忘在网络上喊话苏小茂的姐姐苏雅凤：“你不是要联合我几位前夫一起告我吗？造谣我结过4次婚，除了研究生同学刘某，其他人都在哪儿？你告诉我啊！想要为自己找回一点尊严。”不料求锤得锤。5月14日，苏小茂的哥哥在网络上晒出了2张照片，证明了他曾经有过3段婚姻，加上和苏小茂的1段婚姻，刚好是4段。之后，翟欣欣鸦雀无声。6月9日，苏小茂哥哥网络发文，翟欣欣已被逮捕，目前羁押在看守所，并晒出收到的立案告知书。翟欣欣涉嫌敲诈勒索，被立案调查。思想家福柯曾说，人需要正视自己最邪恶的一面，以便实现自己最善良的一面。恶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有恶，这才是恶人从来不会变好的底层逻辑。朋友们，我们可以交错朋友，可以爱错人，但万万不能错付刘鑫和翟欣欣之辈。这些人，他们从来看不见自己的恶，所以他们哪里又会懂得什么是良善？善良者的宽宥，对于他们而言，不过是一纸悲秋。以上，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。记得订阅万象的频道，平安顺遂。